托普利亚最近在社交媒体扬言一回合终结奥利维拉。本周末 UFC 317就要开打了，托普利亚最近也是不断的放出豪言，整的奥利维拉好像就是一个 UFC 小怪一样。从赔率上来看，奥利维拉依然是大下狗。这个结果对于奥利维拉以及奥利维拉的粉丝而言，应该是习以为常了。毕竟奥利维拉是下狗的比赛，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其实这场比赛网上支持托普利亚的拳迷非常多，当然也有很多奥利维拉的忠实粉丝还是相信奥利维拉能重夺冠军腰带。对于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客观分析一下。首先，身体硬件方面，奥利维拉无论是身高还是臂展都高于托普利亚，但是奥利维拉并不是一个利用自己臂展优势去击打对手的人，他一直都是走的泰拳风格，还有经常让人诟病的防守问题。奥利维拉的头部防守漏洞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他在面对钻石还是盖奇以及马哈切夫时，他都被击倒过。而托普利亚刚好又是一个拳击技术很好的重炮手，并且托普利亚还不是以单发重击去终结对手的选手，他更多的是在中近距离上的组合拳重击对手，因为他每一拳都发力比较完整，所以托普利亚的组合拳的每一拳都是重击，这就使奥利维拉在战力中的容错率变得非常低。据伯恩斯说，托普利亚曾经一个人抠了他3个队友，还带的大拳套，那就说明托普利亚的重拳在轻量级依然能够打碎对手。所以奥利维拉这场想赢的话，就一定要避免和托普利亚在中近距离换拳。虽然说奥利维拉的拳头也非常重，但是自己吃到对手的重拳概率更大，所以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和托普利亚拼拳。如果奥利维拉在第一回合与托普利亚就开始拼拳，那么结果可能真的会像托普利亚说的那样，一回合结束比赛。当然也有可能是奥利维拉重击到托普利亚，不过这个概率相对更小。那么如果双方都受到重击，后果会是怎么样呢？首先，我们先说奥利维拉如果受到重击的后果。奥利维拉如果受到重击，那基本上就是挨到托普利亚的重拳。你不可能说奥利维拉吃到托普利亚的高扫吧？这样就有点倒反天罡了。在我看来，托普利亚的拳值应该在马哈切夫之上，所以奥利维拉挨到托普利亚的重击可能会直接被打碎，也有可能被击倒。但是被击倒后意识可能不清晰，由于托普利亚有一定的地面缠斗功底，所以他在击倒奥利维拉后的选择一定是像马哈切夫那样直接压上来，通过地面砸击去 TKO， 或者选着降服。如果是托普利亚被重击，那这个重击可能来自奥利维拉的重拳，也有可能来自奥利维拉的高扫。奥利维拉的重拳击倒过盖奇和钱德勒，如果托普利亚挨得结实，也是会被击倒的。奥利维拉击倒托普利亚以后，肯定会立马压上来去锁你，可能是断头台，也可能是后背裸脚。那这个时候的托普利亚的处境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奥利维拉的降服能力是十分强大的，你还处于被挨了重击以后，所以我觉得托普利亚如果也吃到重击，那么托普利亚也很可能会被奥利维拉终结。所以这场比赛，奥利维拉如果能够在托普利亚重击到自己之前先重击到托普利亚，那么奥利维拉很可能会拿下比赛。但是我认为并不容易，对于奥利维拉长久以来的头部防守漏洞，没那么容易在这一场就改掉。那么奥利维拉该怎么打这场比赛才能提高自己的胜率呢？其实奥利维拉这场首先就是要避免和托普利亚硬碰硬。奥利维拉在站立打击方面，可以尝试在远距离多使用中扫和高扫来击打托普利亚，用正蹬来控制距离，不要让托普利亚近身。当然也可以尝试使用促踢去踢托普利亚的下巴。如果站立上能够复刻托普利亚和赫伯特那场比赛的那一发高扫更好。如果被托普利亚压到笼边，奥利维拉应该要控制好距离，从笼边绕出去。实在绕不出去的时候，可以选择下潜抱摔。这个抱摔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摔倒托普利亚，而是为了能够贴身缠住托普利亚。当然，能够摔倒肯定更好，因为奥利维拉想摔倒托普利亚没那么简单。主要原因是：第一，托普利亚本来就有一定的摔跤功底；第二，奥利维拉的地面是一个缠斗系选手，他的降服能力很强，但摔跤能力一般；第三，托普利亚对奥利维拉来说是一个矮壮型身材，这会让奥利维拉更难摔，所以奥利维拉不好摔托普利亚。托普利亚对奥利维拉来说最大的威胁其实就是重拳，所以奥利维拉只需要限制托普利亚的重拳就行。在中远距离，奥利维拉可以使用腿法吊着托普利亚；在近距离，奥利维拉需要立马搂抱，最好是能够把托普利亚按在笼边，然后发挥自己的内围技术，箍颈、顶膝或者肘击，总之不要给托普利亚舒适的拳击发力距离，这样子慢慢的消耗托普利亚。如果能够把比赛拖入到4、5回合，由于体能的下降，我相信托普利亚的重拳威胁也会慢慢变小，奥利维拉的胜率将会提高。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考虑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奥利维拉的状态。
要知道，奥里维拉已经35岁了。其实，在上一场对战前的我认为奥里维拉的状态对比巅峰期是有下降的，而托普利亚才28岁，正是上升期，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会看好托普利亚一些。这里顺带提一嘴，我不希望托普利亚如果拿到了轻量级冠军后就立刻升重去次中，我想看托普利亚打萨鲁基安，因为我觉得托普利亚的地面还没有被真正的高手检验过，我想看萨鲁基安检验托普利亚的地面。